仅凭一只手就可以和张起灵打成平手，可为何沉睡千年刚刚苏醒，却又被气死？尔乃北魏人也，尔的皇帝老大哥是拓跋氏，尔是全是哑巴的不言记。不对，他能套了呀。你们知道不言记？所谓的不言记，正是北魏时期的一个盗墓军团。这个军队从上到下全是哑巴，专门负责寻找各处古墓，也帮小王爷寻找长生之术。可后来遭遇叛变，整支军队被迫进入这里。千年后被张起灵所遇见，两人为了一探究竟，当即掀开棺材。眼前的一幕直接让王胖子惊叹不已。这尸体保存的也太好了吧！这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，你信不信，小哥？这人我见过，谁呀？此人正是不言记首领的贴身护卫，这一下直接给胖子整蒙圈了。这原本是涉族首领的墓葬，可为何躺在里面的却是北魏时期的护卫？好在小哥发现了端倪，原来这个棺材被人撬开过，看来是不言记的人把里面的尸体抬了出去，又把自己人给装进了棺椁。这尸体保存太好了，哇，居然还有余温呢！会不会就是冲着这棺材能把尸体保存好，所以抢着往里躺？就在两人疑惑之际，棺材中的护卫竟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同时间小哥也察觉到了危险。沉睡上千年的人竟奇迹般的活到了现在，而且小哥可以断定，这绝对不是变异的粽子，因为护卫招式凌厉身法了得，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人，甚至仅凭一只手就和张起灵打成平手。一旁的胖子也发现了巨大的秘密，他那剑能挡住你的黑金骨刀啊，一定要小心点啊！那剑值钱，你别给我弄坏了，留着。小哥并未理会，只是认真和护卫对战，毕竟这家伙确实有2把刷子。两人从地上一直打到树上，就在两人打了9984回合后，太久没吃东西的护卫有点体力不支，小哥见状一脚踢飞护卫，可小哥并没有赶尽杀绝，反倒是及时收了刀。可接下来却发生了诡异的一幕，原以为是一个千年古尸，却没想他竟然可以开口说话。尔等何人？尔等，汝为何许人啊？尔等，土夫子乎？摸金者也。如今何人称帝？距你的时代已有千年。护卫一听，赶忙跑回棺材旁，却发现里面躺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护卫。难道这就是青铜神术的秘密？世上真有长生不老之术不成？看过原著的麻烦解释一下。胖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可小哥也只是摇了摇头。不是你摇什么头啊？速速约之。就一个。原来这里看似两人，实则只有一人。棺材里躺着的是真身，而复活的这个只是复制体。当初护卫被斩断手毙命不久矣，便被鬼将军放入棺椁之中，想借助青铜神术的力量为其续命。可这种复活并不完美，等他再次醒来，已是千年之后，所有的东西早已物是人非。护卫哪里受得了这种打击，当即一口鲜血喷出。千年，可终究还是如此结局。那你怎么还有分身啊？还没等他回答，就直接倒了下去。随后胖子从护卫身上找到一张地图，上面记载着不言记要去的地方，可小哥却也触景生情起来。他的生命早就该在千年之前结束了，我的也一样。你可别这么说啊！你回头让天真听见了，哭你个水漫金山，你信不信？而吴邪那边也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一个巨大的金色尸茧出现在两人眼前，而守护他的却是上古神兽主九阴。